终于他对怡君说，我们好像不能这样一直拖下去呢，总得做个决定吧。那怡君说，他不是不想搬到桃园，只是要离开熟悉的生活圈，他有点害怕。怕什么？那怡君就说，我怕我们搬到桃园，生活圈完全改变，朋友就越来越远，工作又累，因为要上下班通勤，最后我们桃园也搬过去了，可是我们怎样？我们后悔了。最后百祥就想了很久，他就说不然就再看看吧，我们就继续租吧，至少现在租房子还没有让我们走投无路。讲完这个以后，他们就很有默契的没有继续讨论这件事情，感觉这个事情就又这样子翻篇，就这样过去了。可是百祥自己心里明白，这个问题不可能永远逃避下去房贷一族拼买房，10年流失26万人，脱北潮爆发，都搬去哪里了？房价还撑得住吗？先说结论离开台北市的人3成搬到新北，1成搬到桃园，剩下就四散在各个县市，但还是不会让台北市的房价跌下来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房贷缴不完怎么办，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台北市人越来越少，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房市出现脱北潮，近10年流失1成人口，业者曝人口外移主因是它。那原因你也猜到房价台北市房价已经高到台北市的人自己在这边结婚生小孩变成要比较大的使用空间或是比较新的屋龄，它都必须要搬离台北市。那台北市政府的统计，自2016年以来近10年台北市净迁出的人口 26.2 万人，相当于台北市的1成人口都迁出去了呢。而且迁出的人数相当于嘉义市呢，很夸张这到底有多严重？来，你看一下这张表。那个2023会往上喷，是因为之前疫情的时候，一群台湾人没办法回国啦，所以户籍被注销。然后23年的时候大量回来才会暴涨，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人口移入。也就是说，住不起这个情况已经成为台北人口出走的最大推手。再来，你要知道离开台北的人都去了哪里？好，我们就来讲说离开台北的人都跑去哪里了。那通常这些人也不是跑去什么新竹高雄因为工作跟生活圈还是在台北嘛。你看我这里画红线的地方，台北市上半年迁出 9.3 万人，仅6万人迁入，净流失 3.3 万人，其中 3.6 万人移居新北市，7000人转往桃园市。所以说光2025年上半年台北市就这样一直迁出了10万人，很夸张其中有3成的人搬到新北，那有1成的人搬到桃园，所以我们叫做北北基嘛，对不对？现在要叫北北基桃了，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都是桃园到台北上班，那其他离开台北的人比较零散的分散到各个县市。最后你要知道台北市的房价有跌吗？我们最后就来聊说大家最爱讲的台北市房价崩盘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先说结论，不会，不会就是不会。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远离台北的重要原因是什么？是房价。那房价太高买不起才走的，不是不想买所以比较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台北市的房价很难创新高，要再创新高就是要有话题性，例如NVIDIA 入驻北市科嘛这种等级的才会再来创新高价如果是一般的预售地段很好的另外讲，那如果地段普通的话，应该就是维持某一个区间缓步向上，很缓缓到说要自产的人干脆去买桃园干脆去买基隆都行反正钱放在台北比较不会动就会变成这样只要稍微便宜一点点，台北市立刻又有人接手了，所以台北市的房价会很稳健，很稳健，就是这样。不然我们早就应该要看到流失1万人，流失5万人的时候，房价又要出现松动了都10年流失到26万人了，房价还在持续向上流失的人数有史以来最高，房价有史以来最高，这么很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改变有可能，就是我们节目之前讲的未来会怎样，一年收掉2间私立学校。如果未来台北市的私立学校也真的走到因为学生不够倒闭的话，也不一定要大学可能一些高中职
就可以了，就会怎样？就会腾出大片的土地，对不对？学校土地厉害吧？又大又方正，而且附近生活机能已经齐全了哦，早餐店哦、网咖哦、补习班哦，通通都有，就会腾出大量的土地可以用来盖房子呢。那是有机会改变该区的房价走势，但这种事情哦，不知道哦。现在的规定哦，是这个学校用地只能用来干嘛？盖社宅跟盖长照机构，要看未来有没有松绑的机会，再看看。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台北市的房价何时才会变得平易近人 ？A. 你退休的时候 ，B. 等首都迁都到高雄的时候 ，C. 等我们都搬进元宇宙。哦，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哦，真的哦，我没胡乱哦，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哦，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哦，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哦，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哦，现在真的是比去年哦，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哦。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哦，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哦，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哦。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呐。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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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哦，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哦，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哦，安呐。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哦，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哦。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哦，讲故事。这次的故事主角叫做百祥哦，那百祥最近要结婚了，他跟未婚妻怡君交往5年了，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啊。两家人都见过面了，没什么意见哦，没什么反对的日子也定了，餐厅也敲好了，可是唯独卡在房子的问题，那搞得他们每天都睡不太着。之前他们还没打算结婚的时候，住在信义区的租屋处，觉得日子过得蛮舒服的。那2个人早上搭个捷运就能轻松上班，下班后还能在附近的小酒吧喝东西聊天，或者是在百货公司里面随便晃一圈，他也很开心这样。但是当他们决定要结婚成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台北的房价变得高不可攀了。有一天他们就去看了附近一个新建案，接待人员就稍微暗示一下，这边一坪130万哦。那怡君就笑得很尴尬，他就问百祥说，哇，那这样我们连小两房都买不起了，更不用讲车位哦，那你以后停车怎么办？百祥就回答，快闪快闪，走了走了。看完房子以后，他们去隔壁的咖啡厅坐了一下，百祥就想了半天，就跟他说，我看我同事也是搬个桃园还是我们去桃园，桃园房子便宜很多也可以比较大间，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厨房这样。怡君听完以后就犹豫了，可是这样我们每天上下班都在台北对，要花多少时间每天通勤久一点是买得起房子是没错，可是那之后生小孩怎么办百祥他也想不出来，他想说，可是那我们就这样继续在台北，我们要租一辈子的房子怡君没有马上回答那他只是沉默了一下，然后又跟他讲说如果我们每天都要花2-3个小时来回上下班，那有小孩之后怎么办？还有没有时间可以陪他？百祥就想说，每次讨论到这个问题，他都会下意识的忽略，
因为他知道他一旦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无论搬不搬到桃园，他们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牺牲。那天回到他们的小租屋处又在那边各自滑手机啊，终于他对怡君说，我们好像不能这样一直拖下去呢，总得做个决定吧。那怡君说他不是不想搬到桃园，只是要离开熟悉的生活圈，他有点害怕。怕什么那怡君就说，我怕我们搬到桃园，生活圈完全改变，朋友就越来越远，工作又累因为要上下班通勤，最后我们桃园也搬过去了，可是我们怎样？我们后悔了最后百祥就想了很久，他就说不然就再看看吧，我们就继续租吧，至少现在租房子还没有让我们走投无路。讲完这个以后，他们就很有默契的没有继续讨论这件事情，感觉这个事情就又这样子翻篇，就这样过去了。可是百祥自己心里明白，这个问题不可能永远逃避下去他想来想去，他想说成家就一定要有房子吗？他到现在还是没有答案，至少到现在他还没有来赖我说他终于买房了，希望他能尽早找到答案。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十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汉一。